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月熙。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做一个大众占卜。我们占卜的题目呢，就是断联暧昧中的他最近会采取行动吗？那这个关系的显化的障碍到底是在哪里呢？那我们这一次的占卜就会在跟这个大天使汉米尔去一起做的。那希望就是可以给，如果你现在是有这个感情烦恼的观众，可能有一些指引，或是有一些可能一些想法吧。那我们跟之前一样，那我们也一样有3个选项，分别是选项1、选项2，还有选项3。那你就可以想着心里面的那个他，我们就不限男女 ，OK 都可以的。那你就想着他，然后你觉得哪一个牌你最有感觉，或是你觉得最像他，或是你最有 feel 的，那你就说。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到底他会怎么去做，或者他现在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那如果你还没选好的话呢，你可以按暂停。如果选好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跳去你选的那个选项咯。好，那我们呢，首先就会先来开始这个选项1的牌。那这个是我们的主牌，然后呢，我们首先要来看的就是说，其实你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那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是第一张主牌啦，然后接着我们抽到另外一张牌，就是关于你们现在的状态。如果看这2张牌呢，首先第一张我们看到这个叫自由。我觉得如果你是选第一组的话，我觉得就是应该第一组的话，可能暧昧的机会不多，可能你是断联的机会比较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第一张看到这个叫做自由，它呢是说就是好像有种突然起来的分开，有种断联断开的感觉。而且呢他这里这个人他拿着剪刀，这个女生想剪开这2个人曾经一个甜蜜的关系，就好像这个绳子整断2子的感觉，就有一种我觉得这种分开或是一种很突然起来的一种变动的感觉。所以你们2个之间可能有点现在像陌生人，或是为什么我说所以断联的几率比较大，就是有可能你有在逼自己不要再想他，或是你会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像2个人的感觉，有点像陌生人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想放弃，或是又想断又断不掉的感觉吧。我会觉得好像你想要一些自由，却好像有点难达到。当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到另外一张牌，这一张牌的是一种很致命的吸引力，就是说他好像是他可能很着迷于你的味道啊、气味啊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会觉得就是按理来说，你们之间其实还是很有想法，那种想法是跟性有关的。可能你们双方的那种对大家的欲望还是很强烈，就是可能你们曾经有过很好的关系，特别可能性方面很契合这样子。但我会觉得其实这2张来说，我会觉得就是虽然可能你们现在没有真实的很好的去联络，可是我觉得你们2个之间的吸引力是强的，或者我说就是双方是有一定的，就是在大家的眼中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好了，那我们会接下来看看到底你们现在的关系会是怎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接下来抽到一张这个塔罗牌，我们呢看到了就是这个圣杯的4 ，OK。那这里的话呢，如果是圣杯的4的话呢，这一个牌所代表的就是说，是代表一种习惯 ，OK？ 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说就是这里有一个小魔法，就是剪刀、磁铁跟硬币。好了，我会觉得这2个人，你会感觉他们好像在聊天，就是有在交流的感觉，这种情感的交流。那如果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会觉得你们之间其实是想有交流的，可是会有种感觉，就是说，你们其实有种没有办法向对方很真实的去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或者情绪
因为你看到两个人的表情有点严肃，而且呢，我会觉得就是说你们之间其实有一些魔力吸引着大家但是没有办法很真情流露的去让大家去真正的去感受得到。因为我会觉得有一种怀疑，是应该真的再加下去吗？或是我们应该继续断联吗？你们是有种回头的盼望，或是在想说在思考这个是正确的吗？所以是有点带犹豫的态度的，在这个状态下。那好了，我们会接下来看主塔罗牌，再看看到底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好，有点有趣啊。首先呢，因为我们看到是圣杯一，圣杯一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代表感情嘛。第一组其实我发现有很多的圣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们之间的感情纠葛是深的，而且是情感是很有交流的吧。因为首先我们第一张如果是看到圣杯一的话，你看到这个猫是在喝水，而且它是喝得到水的，所以你们之间其实曾经出现的感情流动应该是很强大的，因为这个圣杯很大，所以你们两个的状态就是其实大家都可能很爱大家，或是双方是有情感的交流是很丰富的从圣杯一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圣杯侍者的逆位。那如果是个圣杯侍者的逆位，就好像它好像这个猫在找水喝的感觉，它跟找到去厕所，那是什么意思呢？逆位来说，就是这个小猫的能量啊，它是充满着无奈，而且也有一种很沮丧的感觉。因为呢，它好像一直在翻，你看它好像伸得很进去，它找到一点点水喝，其实就是说，其实你们可能之间维系这个关系啊，出到有点心很累的感觉，好像觉得已经很努力，尽了很多能力，好像也没有办法做到你们想要的样子。所以的话，我会觉得为什么可能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一张是场断的关系，就是说，其实你们之间很有交流，还是很有的感觉，可是大家其实可能有些东西卡住，或是有些原因导致到可能大家都觉得有点累，或是就算情感再多的流动，可是他心里面好像有些问题出现了，所以导致到两个人可能觉得有点不想再继续啊，或是有种无奈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最后一张牌呢，是这个世界的逆位。我会觉得，如果你有感觉的时候，就是说，你有一种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因为如果是世界的逆位，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牌啦，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嘛。可是逆位就是好像觉得你是用尽了所有的力量，你是很紧紧的握住你想做的事情，可是你会有种觉得我已经那么努力那么辛苦了，为什么好像还没达到你就是想最完美的世界或是最好的境界呢？你觉得自己已经很费力，或是花了很多功夫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一组可能曾经很努力去维持大家之间的关系，可是却好像没办法，就是总是缺了点什么，或者就是差了一些东西，导致到好像现在的问题就有点比较大的感觉。好了，我们接下来就会去看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你现在心里面想的那个人其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去看他。好的，我看到抽了2张牌，第一张是狮子座 ，OK， 第二张是这个下降点，非常有趣的牌哦。首先呢，就是这个狮子座，狮子座就是说，你那一位想着的人，其实他很爱面子。狮子座最大的特色就是爱面子，爱被人家夸，或是很喜欢别人当他是王者，他是很闪耀的。OK， 他可能现在的他可能是自尊心受损，或是他可能觉得自信心不足，所以导致到可能他没有办法很顺畅的在这个关系里面。有可能他也是一个很恋爱的动物啊，因为狮子座是掌管恋爱的嘛。所以呢，我会觉得你这一个性格可能是比较大男人或是大女人的，他会觉得我应该要什么样子才对，或是我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形象，他是对这个自尊心是很强的。
那另外那张牌呢，我们看到下降点，下降点是什么意思呢？在占星里面呢，其实就是代表一个我们的选择伴侣的态度，或是另一半的关系。那通常这个都跟我们上升星座是180度，是一个对面的对立面。那我会觉得这个人啊，其实他某程度上是愿意配合的这个人，因为我们说下降其实跟自己是冲突，可是冲突的来就是你是可能要跟这个人会有很大的机会需要磨合，需要交流 OK。 那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他是有在努力去磨合，或是你有在努力去跟他配合，而且我发现这个人可能其实他是他的性格是陷于去跟别人配合啊，或是愿意去跟人家合作的。他是一个或是我可以说就是他是一个很需要另一半的人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人，可能他其实很需要感情，很需要恋爱，就是他才可以活出他自己的人生。所以如果他的性格是有下降点的话，我觉得另一半对他的影响是非常的重要的。他很需要多一个人去帮他一起想，或是一起去辅助他，他才会过得好啊，或是比较能展现他真正的魅力啊，这样子。好了，我们会再看一下到底你想着的那个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OK， 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张这个开放的心，那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很有同理心，就是一个很照顾社会，很关怀待人接物都很友善的一个人。就是可能他是那种会救小动物啊，或是可能愿意去帮助一些流浪猫、流浪狗那一种比较有同理心的、有同情心的一个人。而且可能他是很重感情的吧，我会给我这种感觉这张牌。然后呢，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用心的一个人吧，如果看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另外呢，第二张牌我们看到这个 confession， 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会觉得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愿意去怎么说呢？应该说比较不太愿意去打开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他会想就是他可能会有一点好像他的讯息啊，他的东西可能会埋藏在心里面。但是我怎么说呢？我们好像在偷偷瞄到他的一些真实的想法。我觉得他可能会愿意就是隐藏一些他自己真实的思想啊，或是可能他怕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表露出来呀，所以他可能你会感觉他好像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真心里面在想什么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不常跟其他人去透露他自己的心情跟想法。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牌啦，这个叫 breaking point。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呢，他现在可能是一个受到很大的压力，或是他其实是一个，我们要说他前面比他不太容易透露信心嘛，对不对？所以他很大几率他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他觉得很累，他也觉得很想去突破，很想去改变，或者他很想找一个人去把他心里面所有的事情讲出来。就是我觉得他的性格因为太过的隐藏了，所以导致到他好像已经忍无可忍了，或是已经到一个很压心，或者是很想表达他的情绪的一个状态。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戒指，第二个是这个星星。但我会觉得呢，这个戒指啊，你会感觉这种星星的光，而且这种月亮的感觉。我会觉得他的情绪是个很深沉的人 ，OK。而且这个的话，戒指要代表承诺，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个很中路人。因为你看到我这个戒指后面是像一份合约，有2个签名，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诺言啊，或是很守信的一个人，或是他是很注重这个我们叫契约精神。
假设你是想跟他结婚的话，可能结婚对于他来说，他是一个很重视，所以他不能草率。所以我觉得他的内心是，对于这种婚姻啊，或者这种就是固定的关系啊，他是有想法，而且是会觉得有时候会很重视的。而且我觉得他的情绪啊，或者感受是非常深的一个人，可能你不太容易触动到他真实的情绪。接下来的我们看到这个人就是很开心的星星，所以我觉得他，虽然他很深沉，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积极的面向，可能比较喜欢那些有希望的东西啊，或是他可能还是相信这个世界有奇迹啊。就是我觉得他的性格还是有乐观向上的一面，虽然不多，我会觉得，因为你会发现整个的感觉，那个星星是很闪耀，可是他的闪耀照亮的点很少，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你可以说他内心深处还是会相信有梦想的一个人。好了，那你可以感受一下，到底觉得跟我讲的跟他准不准呢？那如果你觉得准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听下去；不准的话呢，你就可能要回到前面再重新转盘咯。好了，那到底这个他会选择对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看看哦。首先，我们抽到第一张牌 ，OK， 这个 Joy and Jubilation。那如果给我看这一张牌的话呢，我觉得他可能会积极的找你吧。因为刚刚说你们有可能断联，为什么我这么说？他有可能会积极的去找你呢？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一张牌就是说，跳舞随着心的频率去跳舞的意思。那所以来说，就是他说就是恋爱是很让人兴奋的 ，OK。当两个人在感觉到大家的心的时候，他们就会随机的起舞跳舞的感觉。他们两个心是能够连在一起的 ，OK， 然后很迅速的去庆祝。那所以我会觉得，犹豫的是个很动态的状态。而且我会觉得他有可能是主动的去跟你联系，甚至我会觉得可能你们会有一些好消息会发生，因为是一种很开心的状态在庆祝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快他说不定会主动跟你联络，或是告诉你一些好的消息，我会有这种感觉。我们接下来再看看他还会做些什么。我们抽到3张牌。第一张是熊，第二张是女主人，第三张是这个树。那他将会做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这个熊啊，我会觉得他会做一些很勇敢的事情哦。因为熊其实在这边是有野心啊，或是很有那个 power 的意思，在这个雷诺曼卡里面。那前面说他是狮子座，可能决定要做什么东西去保护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他可能会很勇猛的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所以呢，我会觉得就是说他可能会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举动，或是让你意想不到的举动。而且这个可能是跟保护自己啊，或者保护他爱的人啊，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做一些很勇敢的决定。然后另外一张我们看到这个是女主人，那我会觉得这个他会做什么？可能他愿意去确定你的地位或是你的关系，因为这张牌其实就是雷诺曼卡里面的一个另一半的意味。那我们不是男女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做的事情可能是会跟你确定关系，或是告诉你，你就是他觉得最重要的人。因为这一张牌就是等于另一半的意思嘛。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让你知道你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人，或是到底你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可能就会比较明确的确定，如果你们现在在暧昧的话。接下来我们看到树是不是代表很健康的成长跟扎根，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会很快往上往外的发展，或是越来越扩充越来越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偏向会做一些正向的事情。我们接下来会再多看一张牌，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权杖五哦。那如果是权杖五的话呢？不过这一张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逆位。我们逆位的权杖五的话，首先我会觉得呢，它因为权杖五本身是火啦，还有这个就是一个代表一个力量啊、行动方面的。
然后他现在是在逆位嘛，他就是说，本来说就是说，如果传统塔罗是在打架嘛，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张牌。好像有点忧心忡忡，在思考要做些什么的感觉的一张牌，可是现在是逆位，我会觉得呢，这个好像就是过去的他一直在思考我应该选什么，我应该怎么做。那现在的话，我觉得现在逆位就是他应该过去了这个时光，他可能已经想到应该怎么说，或者他最后应该选择些什么样才是对他重要的，这几个东西哪个是他适合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能够做出一个决定，他接下来甚至他可能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吧。好，那我们现在会看一下，到底你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卡了在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或是为什么可能怎么样？你的显化的障碍在哪里呢？我们这一次用的这个就是这个业力卡 ，OK。如果以我这样看就是首先我们抽到金星。然后抽到就是这个摩羯座，再加在8宫，金星是代表爱情啊、愉悦啊的感觉，然后摩羯座是一个很死板啊，或是一种规则这些东西，或是他们可能就是一些条件啊，这样8宫就是可能财富啊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一些投资理财的钱啊，或是死亡啊，或者一些特别的经历啊，我们可以这样说。那如果你们卡点是跟这个有关，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可能就是对于他来说，可能他会觉得是很多现实的问题所影响到，可能你们之间的地位啊。现在的背景啊这些东西，又牵扯到8宫的话，就是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关于金钱的纠葛，甚至乎你们在感情方面会跟这个性是有一些关系的，可能你们之间的性的需要不同啊，或是可能他可能对于你来说，可能你们之间有很多一些金钱的纠葛，或是他觉得物质很重要因为这个也代表一些物质的感觉，所以你们的爱情变得就是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物质不对等，或是一些关于钱的问题，所以影响到你们现在之间的关系出现一些障碍。因为金星也管价值观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有可能你们之间的价值观，或是你们对于金钱的想法有不一样，或是可能是对于你们未来的生活，你们到底要不要结婚，或是你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待你们未来，有一些分歧，所以你们有些卡顿。那我们会接下来看看你们还卡在些什么呢？我们抽到的是这个魔鬼的正位，那魔鬼那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可能是心魔吧，因为前面我们刚好抽到8宫，所以有可能是他对人性的欲望啊，或是可能他想要的东西，可能觉得你 maybe 可以满足得了他，或者他自己有些心魔在作祟。因为我们刚刚说他有点像狮子座的性格，可能他这一刻是他人生的低潮。因为8宫也可以代表就是一个人生的大起大落的意思，所以他现在有可能在一个人生的低谷低潮，所以他对自己没自信，自然这个东西就影响到他跟你的发展，可能他觉得自己配不起你啊，或是你值得更好啊那些话啦，所以他会觉得这种恶魔的心态呢，他阻碍了他跟你的发展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到底你们关系还卡在些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 indulgence 就是诱惑 ，OK， 有可能他这一刻有可能他身边有一些诱惑，或是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吸引着他的，让他没有办法一心一意的去跟你在一起，或是可能立定决心选你了。因为我们前面看嘛，就是有一张牌说他好像有几个东西在选，他之前在苦恼怎么选，终于选对了，所以有可能就是他身边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是他觉得吸引的，他可能没办法拿定主意决定我就只要你了，所以他才会有种没办法下定决心啊，或是你觉得他好像对你爱理不理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是你们关系之中的卡点。那
好了，我们看看哦，最后就是看看这个汉尼尔教大家大家可以怎么做。第一章 Ben likes a weaver， 然后第二章 celebration。好，第一章他就说，其实你要柔软一点，让自己像一条河，你的情感这样子。应该说，我觉得他就是想告诉你，就是你要放轻松一点。OK， 顺着宇宙之流就行了。这个人该来还是会来的，你不用纠结，你也不用担心。当有一天他发现你是最好的，他自然就会出现，你不用去担心，或是不用去纠结。你就像一条河，你看顺着那个流，不管怎么样都会成功。为什么呢？你看每一条河的样子上面都布满这个星星，就是希望。所以我觉得就是放松一点吧。因为你接下来看到你有很多星星是什么在庆祝，我会觉得你很快应该会进入个开心的时间，或者很快你这个关系会有个答案给你，是值得庆祝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耐心的等，或是放心的去等吧。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I am a work in progress， 就是我已经在这个路上了，我已经在进行当中，所以我觉得你完全不用担心。那我们看到这一条彩虹、2条彩虹、第3条彩虹，这个就很简单了 ，wish fulfillment， 就是你的梦想一定会达成的。如果今天那个人是你梦想中的对象，或是你曾经可能许过愿，跟月老许愿。觉得你曾经希望一个怎么理想型的伴侣，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因为那个人一定是满足所有的条件，他会出现的。那因为这张牌就代表你的梦想、你的目的可以达成，而且你感觉到所有的愿望都被满足了，而且你变得非常的开心，你感觉自己可以成功达成你的梦想。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太多。反而就是说，你只要想清楚，到底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首先，如果今天你发现它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也一定会出现。可是你要把这个 moment 这个时间，你要思考的就是说，我想要的是什么？他是理想型的伴侣吗？或是我值得更好的呢？你可能要想清楚。那我今天你发现他真的对，他真的你的条件他全部符合，他自然一定会出现，不用你担心，他必须也一定会出现。那我希望呢，这一次这个占卜可以给到就是你的一些启示，或是可能你更了解你们之间的问题啊，或是发生什么情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有感觉觉得有说对什么那我也很希望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就是告诉我有什么的感觉。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希望你也可以最尽快得到这个大天使汉尼尔的祝福，让你感情慢慢的越来越顺利。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拜拜。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到第2组的选项，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断联或是暧昧中的他最近会采取行动啊，这个关系会有什么的显化的障碍，其实在哪里呢？我们就是跟这个大天使和你一起去做这一次的占卜的。那我们呢，刚刚就是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牌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呢就会再抽一张看看，这个是看什么呢？是看你们之间现在的状态。OK， 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张，这一张呢，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想着的他是觉得你非常吸引他，或是有可能反过来是他很吸引你。OK， 你们好像着了魔的感觉，因为这个人呢，在喝的这一杯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草药，就好像喝了迷药一样，就是被人迷的不行了。OK， 所以我会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可能你们其中一方是很着迷于另一半的，就是对这个人就是感觉到哪看都哪顺眼的感觉。可是呢，问题是就现在说你们的关系有可能是让你很伤心的，因为这个是有种好像他离开了嘛，这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人都好像在擦眼泪啊，而且这个人好像有点像就是背着他离开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话，你会觉得他可能干了一些事情让你很伤心，或者他可能到现在已经都没有下定主意到底要不要跟你发展要不要跟你继续这样子，所以让你觉得有种好像很无奈或是有种觉得让你很伤心，或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好，
好了，我们会接下来再看看到底你们之间现在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权杖侍者。好，首先呢，我会觉得你们两个呢是挺有张力的，就是张力，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你们可能相互两人之间都是有一种觉得很有火花。很有感觉，因为你看到他们这个舞蹈是非常热情、非常澎湃的，而且这个是权杖侍者嘛，侍者就是一个很年轻的能量，而且我会感觉上就是说，觉得你们是有种互相被吸引的，而且你们之间的关系啊，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我会觉得就是你们双方都想得到主导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发现他们都很用力去跳，好像很想去取悦另外一半这样子。你看他的这个女生是紧紧的勾着那个男生，连鞋子都不要。你看他鞋子都掉这里。那所以的话，我会觉得有可能是你很用力的希望去讨好他，或是你很希望去得到他的欣赏。或是有可能刚好是相反，是他很容易得到你的欣赏，也不一定。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们都有，就是其中一方是很用力的去希望去抓住对方，所以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可能会让有一方会感觉压力很大，或是觉得有点没办法很好的投入吧，你会感觉到这个女生很投入，可是男生却有点好像在戏外面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你们有点有一方想离开呀，或是有种比较伤心的感觉。我们接下来会看一组塔罗牌，看看你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的。这一组的话呢，很好，我抽到这个圣杯2，就是你看圣杯2就是我们说的恋人牌嘛，对不对？那你的恋人就是你们曾经可能，或是你们其实是双方都觉得大家是很投契的、很符合的，因为你看他们虽然各吃各的，他们没办法转在一起，所以你们可能就是你们都觉得大家可能是有双方的情感的联系啊，或是有触动到对方的，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对应这一张你们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觉得好特别这个人没想到他居然跟我臭味相投，喜欢的东西是一样啊，或是大家喜欢做的事情啊，或是连坏习惯都很搭啊，有种这样的感觉，觉得有种冥冥中好像觉得跟你很配合，或是跟你很有种很特别的来电的那种感觉。可是我们接下来抽到这个权杖6的逆位，权杖6的逆位是什么呢？这个小猫咪在玩这个玩具嘛，对不对？现在在逆位。那其实他是说，就是你可能缺乏了自信，是因为外在的因素，就是可能你会，因为你好像就是一直在找出你想要哪个球，在想打一个球比较好，或者觉得我能拿到些什么吗？所以导致到你开始会有种不确定性、拖延跟担心，或是觉得你是不是运气不够好，有可能你们双方其中一方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好像可能他这么好，怎么可能轮到我？他有这么多人追，怎么可能轮到我？有很多选择，为什么会选你呢？所以我觉得这一张就是可能是其中一方是不够自信，所以导致到为什么觉得可能配不上他，我可能不是他，我就想离开，或是也没办法真正去表露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吧。那我们接下来呢，看到这个是钱币9，那这个钱币9的话呢，我会就是说这个的，你会看到这个钱币9是在逆位，逆位是什么意思呢？本来正位呢是说这一只猫咪，它其实就是看到这些有些鸟嘛，对不对？它其实就是有时候觉得我很满足，因为我有东西吃，看着你玩那个鸟 ，OK。那现在的说逆位就是说你一定很努力了，就是你可能很努力想达成一个你的梦想，你想达成一些你的理想，可是呢，问题就是说你好像
永远很容易看见一些的状况、一些的问题，让你却步。当你逆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像，我现在觉得很好的东西，就是你的梦境、你的理想都倒过来了。你好像觉得有些好像你的东西没有被满足 ，OK？ 因为倒过来这个粮食也倒掉了嘛，对不对？等于你好像觉得我已经得到了，我又很担心会失去。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你有时候会怀疑，到底这么好的人真的适合我吗？或是真的会是他愿意会跟我在一起吗？我觉得会跟前面的那个比较符合，因为有可能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天菜呀，或是觉得很心有灵犀的另一半，可是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太快实现，是真的吗？他真的会喜欢我吗？或是我们两个真的能走到最后吗？我觉得你们会有这种怀疑跟揣测，所以导致到现在就会有种卡顿，或是出现一些问题的能量。好了，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下，到底你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他，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张是9宫，就是开拓或是一种探索的力量。但我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其实他是可能想法很大，很愿意去尝试新东西，很爱冒险，很喜欢一些很高深的东西，好像可能喜欢跟你聊一些很特别啊、很远大的东西啊，什么理想啊、宗教啊这些东西。就是他可能眼睛很开阔，可能他想环游世界，他想见识更多。他是一个热爱冒险或是体验新事物的人。那另外呢，那一张是这个南焦点啊，代表过去。这我会怎么解呢？就是因为本来南焦点就是你过去式的经历或是一些前世，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啊，可能他的前世是有些特别的，或是他可能很容易会被过去的事情给绑住。好像假设可能他会发现他曾经可能也遇到过一个很好的对象，结果对方可能劈腿了这样子，他都很容易会被过去的一些负面经历所影响。他的性格可能会很恋旧，或是很容易被过去的东西影响，或是受到过去的东西所阻碍他。我觉得这个会是他一个性格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吧。我们会再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好，这里有3张牌，第一张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说，有一个时间，有一天啊，这样子。那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是一个一步一脚印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很脚踏实地，很相信他自己的能做到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他其实，可是我觉得他是混乱的，因为这个脚印他很脏很乱的感觉，所以就是说，其实他刚刚说嘛，他很容易被过去所影响嘛，所以他有时候会觉得他以前是怎么样，之后会怎么样，将来也会怎么样，所以他会觉得他在这个脚踏实地的过程，他不会敢奢望他真的遇到他的真爱，或者他真正遇到他的另一半，他会选择就是相信他能掌握到的、手上能拿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会对这个方面，就是他会这种性格啊，可能都会影响到他做一些新的突破。就算他想，可是他也可能会不敢做。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承诺，我觉得他对于承诺啊这种东西，好像结婚这种承诺是非常的注重的。或是他觉得我答应你，我就要做，就要负责任，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可能这种责任心会让他不敢去乱下承诺，或是可能去下一个他要去履行的东西，他会担心我会做不好，我会做不到，所以我觉得会让他可能不太敢，可能跟你表达他的想法，或是告诉你他想为你做些什么。接下来呢，就是释放。释放这个是什么呢？可能他很容易就会走掉啊，或者很容易就换一个新的人啊，甚至不就这样好了，随意吧，没差。OK， 因为我觉得他觉得既然我抓不住，我倒不如放下。OK，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就对应到这个离开？有可能他会觉得，好像如果我再继续跟你在一起，可能我们就要真的要下承诺，可能我们要固定下来，要怎么样？他可能就会比较想逃跑。比较担心如果我再下这个承诺，可能我以后做很多东西，还是现在这里先断了，我们就算了这样子。我觉得他会比较我就一来一去的人，就是很容易可能就会想放弃，想就是
不遇就换个心情，而且他有可能其实就是那种受伤很快就会好的那个人啊。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到底他还有什么性格，这个人。好，第一章呢，我们看到这个骑士，这是马的意思，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快速，想法很多因为我感觉他很大几率可能说不定是双子座 ，OK，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他们思绪换得很快，他可能说风就是风那种，就是我也要做就要做到，或者我会马上去做，可是也很快会改变，因为前面说他很快就会就是放弃啊，或者是 move on 啊那种，就是移到新的点啊，就是很快就可以翻篇了。所以我会觉得他其实是很有行动力，或是很有冲劲的人，可是也可能他就很容易就改变他的心思。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雨是代表丰盛啊，这个意思嘛。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挺有活力的人，因为这条鱼很活泼。还有我会觉得就是说，他其实也是一个挺重那种金钱利益的人啊，因为这个有代表财富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他是可能在工作上面的话，是追寻财富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动力的人。可能对于他来说，可能物质上的需要比感情上的需要重要。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的，就是说，他会选择对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好，第一章非常有趣 ，OK， 什么呢？就是这个嫉妒心，还有拥有 ，OK， 我觉得他可能会就是要么就是可能会看着你跟其他人在有互动，然后就产生妒忌心。或是他就会想尽办法把你占有，占有的方式我就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不过我就会觉得他相对来说，我会觉得他会比较负面一点点的这个东西。有可能如果他不采取行动，看着你走了之后，他就会生气，产生那种妒忌的心啊，或者很嫉妒的心态啊，或者他可能就会想着怎么样去把你占据下来呀，成为他的人啊，这样子。我觉得他应该会做一些行动，可是比较暗中的，我觉得他不会明斗明仓的去做 ，OK， 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小动作。我们接下来呢会看一下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果然我觉得跟占有真的有些关系哦，因为如果他要占有你，他可能要跟你去下一个承诺嘛，所以我们抽到是戒指。那我会觉得有可能他会给你下一个承诺 ，OK， 他可能会决定跟你定下来啊，或者你就做我女朋友啊，或者你做我的妻子啊，这样子。我觉得他可能会愿意做出这个承诺，因为他太想占有你了，他最后决定把你圈起来吧。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有机会想稳定下来，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锚点，所以我觉得他有机会决定安定啊，或者决定跟你做出一个行动是，可能跟你说，我决定顺你了，或是我决定想清楚了，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的机会是大的。然后这个是鸟是代表讯息，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愿意去跟你沟通，或是表达出他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可能有机会会传你讯息，这个很大几率是代表就是他可能会发你短信啊，或者可能问你要不要出来聊一聊啊，这样子。我觉得他有机会会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他还会有可能做一些什么呢？我们就抽到这一张塔罗牌，这张塔罗牌就是这个宝剑王后。我会觉得这一次啊，他有可能会比较有理智啊。我先说。就是可能他会决定跟你是怎么样的，而不会拖拖拉拉。因为宝剑王后是一种好像那种快刀斩乱麻的感觉。我倒不说他是会帮你斩掉，而是他会把这些无谓的思考的点给切断。就好像如果你们现在是有暧昧段，就是那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我觉得他会思考清楚，然后给你一个决定，给你一个答案，而不会再这么犹豫、这么拖拉，而是会比较清晰，而且他对自己的想法应该会理清楚，才跟你去见面这样子。好了，我们会看一下到底你们之间关系的卡点其实卡的在哪里呢？我们抽了这3张牌。首先我们看到是火星，然后金牛座跟4宫，
那首先，如果你们卡到点是跟火星有关的话，我觉得跟你们之间的所谓的能量是什么能量？可能性的能量，或是你们之间两个的目标。OK， 那我觉得心里很大几率，因为我们后面看到是金牛座，金牛座管的就是钱跟性欲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有可能，其实你们之间卡的点，可能你们之间的能量是不平衡的，可能你们想要的东西，或是你们追寻的东西，什么样东西可以触动到你们动起来？可能你们这个点是不一样的，可能大家看重的事情啊，大家想往的方向是有些不一样，或是你们价值观是有不一样的，所以导致到他可能觉得有点犹豫不决，可能他觉得你身体很吸引，他觉得你的有些东西让他很有魅力，可是有一些可能你们的三观有点不对，或是你们对于可能他觉得安全感还不够。OK， 因为四宫是跟安全感跟家有关嘛，所以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可能驱动他会担心，可能假设我们金钱价值观不够，如果我们在一起之后，我们能好好的一起生活吗？我们能好好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家吗？他会想很多而导致到可能你们因为这些的一些物质上的条件啊，跟安全感的议题，影响到你们可能现在有点卡住。我们接下来再看。OK， 我们看到这个钱币的这个权杖的骑士。那如果权杖骑士的话呢，就是说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目标、很有冲劲的人，可是现在他是逆位，就是你看哦，他本来很勇猛的 ，OK， 很有的想法，穿着盔甲想打一下江山这样子。可是可能他的内心啊，他的变化，因为我们刚刚说嘛，他很喜欢一些很远的目标，很喜欢冒险。可是我常他想法太多、太快，追不上他的行动。可能他这一秒想跟你结婚，下一秒又觉得跟你结婚好像很多的绑住了他这样子，所以他的想法变得太快，他根本上追不上，所以才会导致到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有种忽冷忽热，或是有时候觉得他很奇怪的感觉，就是因为他可能上一秒觉得可以跟你共吵未来，下一秒又觉得好像你会阻碍他发展未来，所以就是这样的。让他觉得有点，他的给你的感觉就好像不稳定。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你们卡在哪里呢？就是这个邀请啊，邀请是什么意思呢？我会觉得这是对于他来说，就是他可能还会有机会接受到其他人的邀请。OK， 可能他会觉得他还是有其他的选择，或是他可能也在观看，就是会不会有其他更好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种卡卡的，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分开的感觉，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很有市场，或是他觉得自己可以找到也不难的再找一个新的，所以才会导致到这个东西让他好像没有办法拿捏，现在应不应该就定下来。那我们接下来会看看八天之后你也觉得你可以做一些什么。第一个他说，当你愿意放下原谅，你就会找到平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拿着剪刀想把那些绑住他的线给剪掉？那如果今天你觉得他就是绑住你的线，你可以剪掉。我不是说叫你分开，而是说你不应该被他所影响到。OK， 你过你的生活，他真的要你的时候，你要他来追你，不要总是你为他去纠结，或是你受到他影响到你的情绪，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应该在自己释放，你不要再为他去受他的一些举动啊、想法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这样子你要找回你的平静。然后呢，他就说，就是你要去把这些的杂乱无章的市场放下来。为什么呢？你要相信时间是可以证明一切的。如果今天他是对的人，他一定会来找你；如果他今天没做好决定，他就不会是对的人。所以希望你把这些杂乱无章的市场放下，相信命运的安排。如果他是有缘分，他一定会出现，也一定会来哦。然后呢，就是他的建议说，我是更加可以有能力的，多过我知道的，就是等于说，其实比你知道的，你是更有能力、更有力量的一个人，不要太担心自己，他可以找到好的，你也可以找到更好的。当你愿意这样子，你就比较容易能拿回这个主导权。
最后一张大天使和你的建议就是说，愿意去接受爱吧，来自于所有人的爱。我觉得，如果是选这一组的话，我觉得你的魅力应该不差。那其实有可能你愿意去接受爱，你会有得到更多人对你的爱，或是其实你是很有市场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怎么爱，去接受别人啊，愿意去放下自己啊，因为这个是代表新闻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先好好去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再为一些可能这一刻他不值得就是不值得 ，OK， 等他乖乖的回来了，他值得的时候你再去爱他也来得及啊，不要为一些不适合的人放太多的感情。等他乖乖的变回适合的，你再去爱也可以。重点是你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委屈你自己。要是可能你只看到他这棵树，放弃了外面这个森林。如果你发现其实有其他人更值得你去爱的话，是对你更好的，你可以考虑去接受，而不是只看到这个人。那我们希望呢，这一次的分享对你有帮助，而且这个建议希望可以给到一些的提醒，或是给到你一些想法吧。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对应得到，或是你觉得讲那个人真的很贴切，真的就是他的真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很希望你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让我知道。那我非常感谢你今次的收听。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那非常感谢你，拜拜，下次见。好了，我们现在来到第3组的选项。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断联暧昧的他最近会采取行动吗？这份关系的显化的障碍到底在哪里呢？那我们是由汉爷去做这个的，陪我们做这些的大众占卜。那首先我们抽到第3组的组还是这个信任，而且就是我们是看什么呢？就是看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我的这一组就是3组里面我觉得最特别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呢？你们双方之间是可能是很有情感的交流的 ，OK， 我可以说是水乳交融，非常信任对方，或是你会觉得对方可能好像有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可是呢，另外一张牌就是嫉妒，就可能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方很有魅力，可能很容易吸引到其他人的一些的爱慕啊，或者是青睐啊，所以导致到你可能会很嫉妒，或者你会觉得或者是他可能很嫉妒你，很受欢迎这样子，所以导致到为什么可能你们之间的状态就会有点像好像没确定啊，或者有种怪怪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呢会看到这个钱币的王后，在这里这一张钱币王后是有种迷恋的意思，OK。那我会觉得你们的关系之间可能有一方是非常迷恋对方的，觉得对方很重要，而且是一种很特别的迷恋。我觉得是一种欲望上或是一种物质上的部分，可能有其中一方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好的，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另一方会比较感兴趣或是比较依赖的感觉。因为她是钱币的王后，所以就是可能有一方会很愿意去给很多的资源去投放到另外一方的身上，或是可能他就是给钱给你的人，甚至可能你们是有些钱银的往来或是有一些合作这样子。那我们会看主塔罗牌，看看到底你们之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好，我觉得这一组有可能不止2个人的关系，有可能是多个2个人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张是权杖5。权杖5了，我们传统塔罗牌是在打架，那你们现在在逆位 ，OK， 就是有可能你们是有很多人在竞争的，就是你们再看看哪一个会成功，为什么会嫉妒？可能你是现在那个人非常受欢迎，可能他有4-5个人在抢他，然后你再看自己能不能赢。虽然我觉得你赢的几率是多的 ，OK， 因为我现在在逆位，就是有可能是会打得赢的，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我才说有可能是多角关系，或是你现在可能他也正在跟别人在暧昧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圣杯国王的逆位。那圣杯国王就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嘛，我们会说。那现在的话，我们会看到逆位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他看着碗里掂着锅里的 ，OK， 可能他其实是有很多的选择，而且现在是代表感情。我觉得他是一个多情的人，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有可能就是说，现在就是
为什么我说呢？你看它上面有2条鱼，看着它也盯着它的碗，还有一只杯。OK， 它其实好像有很多的选择，它还在观看。OK， 如果是因为的话，我觉得它现在还在想，还没想清楚到底要哪一个才对，这样子。再配合前面就是这种大家在选择的局面，最后还来个权杖2。权杖2的话就是说，你很想得到这个东西，然后充满自信，你才会一定抓得住的这个东西。那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的状态呢，一定是可能跟其他人会有关联啊，或者是可能现在有可能有其他的对象介入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会胜出的几率还是蛮不错的。如果看这个牌，因为这个是正位，所以有可能你最后是决定好你的目标，是你的目标是可以达成的，你们之间。好了，那我们会先看一下，到底这个他那么吸引人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呢？OK， 我们首先会看就是他的性格是什么啊？首先呢，这个是上升点，上升点我们叫做人格，我们人格的面具。所以我会觉得呢，其实他可能有点表里不一哦，他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很会做人，或是他的外表也好啊，就是长相啊，甚至乎他做出来的那种给人家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可能是好好先生或是好好小姐，就是他非常会包装他自己，而且会让人家看到那一面有种无懈可击的感觉。因为上心点就是我们想展示出来别人看的感觉嘛，所以我觉得他一个是很会包装自己的一个人。然后呢，另外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叫弱势位置的意思。我会觉得他的情绪啊，不是那种说，我不开心我就会爆发，或是怎么样，他是很会隐藏自己的情绪，就算他不舒服，他感觉到可能不开心什么样的，他在别人面前都会装得很好的，他是那种很隐性的爆发，他就不是那种很高调啊、很亮眼的那一种去告诉别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那种默默的实干型，或者他可能会相对来说他有很多的心思，他都不轻易的直接去表露或者展现出来的。给我感觉是一个比较深沉的人吧，就是他可能就算装得很大咧咧，都是装的咯，他可能底下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那我们再看看他的性格是有什么的，到底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跟刚刚的比较符合哦，因为首先他可能他是有痛苦的，他是背后是有恐惧啊，或是有很多的小心翼翼的感觉。我觉得他可能过去是有受过一些创伤的经历，所以导致到他为什么要做的这么的友善也好啊，要戴着面具做人啊，因为他不想被人家看到他真实内心的一面。他其实是很会包装，就是为了挡住大家看到最真实的他。然后这个是就是沉默，可能他其实他是有一个很厚的墙去挡住自己跟别人真实的交流，所以他我觉得他应该不太爱去，就是他就算他很爱讲话，他也不会讲一些自己深入的事情，好像自己家里的事情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这个看到就是他其实一直都有在勒住自己，可能就是绑住自己，让自己不要太过展现自己真实的开心。假设他开心也不会开心的很开心，可能伤心也不会很伤心。他是一直有在束缚着自己，不要让自己太过表露他自己的感情的，很深沉的一个人呢。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锚点啊，我觉得他是很沉稳的，他就是会看很多的细节啊，或者他看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他就是一个很稳定的能量。然后22这张牌呢，是一种就是一个选择的能量，或是一个道路2条路，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我反而觉得他不是有选择困难症的人，他是一个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走哪一条路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是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思考是很缜密的一个人。
不知道你觉得跟我刚刚讲的，你觉得有准不准哦？如果你觉得准的话，就继续看下去；不准的话，你可能要回到前面重新去顺盘。那好了，那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到底这个他会对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好了，这个人直接来开大绝啊 ，OK。他的招就是直接吸引你，脱光光的来吸引你。他会用他的身体去诱惑你啊 ，OK。所以呢，他可能会展示他的魅力，或者是用尽他的浑身解数去告诉他我很厉害 ，OK。怎么样厉害，可能就你们自己知道了 ，OK。他可能真的是会很用心的，可能他会穿得很好看回来接你啊，或者他可能会展示他很有魅力啊，很有女性的魅力，或是男性的魅力，用这个荷尔蒙来吸引你，就是他应该会做的事情，或者打扮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英俊。我会觉得，他有可能会愿意跟你确定关系。因为，这个是男主人嘛，男主人就是说是确定另一半的意思。那所以我刚刚说他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我觉得他，如果主牌是信任的话，我们刚刚讲到他的性格会有一些腹黑，或是有一些阴暗面的话，我觉得他是对你是应该挺喜欢的，只是他可能不承认。然后我觉得透过这个的话，我觉得他说不定他有想法，可能想跟你表白，或是跟你告诉你他其实对你是有感觉的，所以他才想认定你是另一半的意思。然后呢，我们抽到是狐狸，狐狸就是代表一个很有智慧的状态。我刚刚说他城府有点深，所以可能他会启动他的小心机去告诉你啊，或是去让你去堕入他的这个魔掌之中 ，OK， 所以他可能会用一些智慧去把你拿捏着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太阳啊，太阳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可能你们这一段假设是地下恋情啊，或是可能还没公开的话，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让它见光，让越来越多人知道，或是把你公开去承认你的地位，或者承认你是谁啊？你是他女朋友啊？你是他男朋友啊？这样子，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公开你们之间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还有看看他会做什么呢？这一次有趣一点，它是太阳的逆位哦 ，OK。但我会觉得这个太阳的逆位呢，某程度上，我觉得它还是会把你们摊在，就是把你们的关系摊开来，只是有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会低调一点的状态，可能就是会是一些个别的比较熟的人才知道，而不是说就是可能在社交平台公开的去发展，所以两边都有可能，至少我会觉得还是会让更多人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好了，我们接下来要抽的牌，这个是用来看一下，到底你们之间的关系的卡点是在哪里呢？有什么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关系呢 ？OK， 我们看到第一张是土星，然后巨蟹座在七宫。首先我会相信，就是他是一个很沉的人，他就是可能很多要求，或者很多的束缚，可能在绑住他自己，让他不能动。土星也代表说是一种社会的压力啊，或是一种绑住的东西，所以可能来说跟你交往他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可能他觉得要对你负责任啊，或是可能他觉得他为了你可能要放弃他的美好的大好的一片森林啊 ，OK，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是有压力的，这个东西让他觉得现实，可能他要慢慢的去面对现实，可能如果我真的要跟一个人在一起，可能我要面对的，我可能要照顾他，我可能要帮他做些什么之类的，这些现实的问题对他来说是一种压力，所以他会有点却步的东西。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巨蟹座，巨蟹座是什么呢？就是情感的交流还有安全感。我觉得他可能有时候会担心，如果我爱上你了，或者我真的去把我自己交给你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背叛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很受伤，我会不会就是受到你的影响了？或是他可能觉得当他爱上一个人，他好像觉得不能够自己的时候，他会害怕。不过接下来我们看的是七宫，七宫就是代表就是一个合作、一个平衡的关系，他会怕自己可能拿捏不好，怎么样去跟人家合作关系。因为合作就是我们可能要互相有讨论啊，可能要有交流啊，要互相的合作啊，这样才能成为合作伙伴嘛，对不对？
可能对他来说，这个东西会让他有种不自信，或者不敢踏入这种关系，因为可能他做的事情都会受到另一半的影响，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的恐惧，所以让他可能跟你的发展有点卡顿，或是没办法去承认他自己真实的想法。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就是这个宝剑王后。宝剑王后了，如果正日位的状态，就是她这个很聪明、很睿智、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想得很清楚，所以她的剑呢，就是想得很对的，就是该砍就砍下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现在是逆位，所以我觉得卡顿就是她的思绪是不明确的。我觉得因为是王后嘛，所以我觉得她在感情跟理智这种就是换现实这些东西的层面，她其实还没分得很好。就好像他也怕自己感情中是不理智 ，OK， 可是理智又好像告诉他不应该怎么做，或者应该怎么做，所以他的思绪上是混乱的，所以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卡住的原因。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浪漫 ，OK， 你们来看一点。我这张牌我解读的话呢，我觉得他是非常期待一段浪漫的关系，可是他会觉得这种好油哦，就是很不切实际，好像那种这种情情爱的东西好像不是我的，因为我觉得他是比较冷漠，或是比较不太会投入，可是他内心是渴望的哦。因为我们第一张牌其实就是那种很渴望情感交流的一样，你会不会发现这两张牌很像？都在就是非常亲密的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心是渴求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之间其实有做到，因为我们前面是讲你们之间关系如何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只是为什么会成为你们的卡点，就是他很想要又很怕要，所以才会变成就是说，我好像得到了，我又很担心我得到会不会失去，这种很矛盾的心理。通常的心思很缜密的人，他们都会想很多。我觉得现在问题就是他想太多。好了，那我们看看他天使下哈尼尔，就是告诉你，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呢？首先，哈尼尔建议就是说，首先呢，你要看看就是你要去开始接受自己，就是你要接受身边所有的改变 ，OK， 你其实一直都努力的创造一种改变出来的，所以你不要害怕发生什么事情，每一步都是好的。OK， 等于你快要变成一只蝴蝶，你现在这个过程只是这样，你在蜕变，让你在变化，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其实你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就是来刺激你的成长，刺激你从这个毛毛虫变蝴蝶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说把钟给丢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可能你现在很纠结，他什么时候来跟你说，或者到底你们这个感情什么时候才有这个结果？他说不要去想这个东西，把这个时间这种东西去忘掉它吧，放轻松，就是该来的就会来，对不对？我们抽到下一张牌就说，开始永远都不会迟 ，OK？ 就算你重新再开始一个新的恋情，也不一定会迟。OK， 主要他在想，不是说一定要你去找一个新的恋情，而是说你不要太执着于这个人。有时候他们太过就是觉得你很在乎他，他们就反而不觉得你的好，或是不觉得这个人对我很重要，或者他不觉得你就是他需要的那个人，他可能觉得你只是其中一个人而已啊，他还有很多的选择啊。可是有时候当你不在乎的时候，他们才反而觉得原来你这么好，或是原来你这么特别，所以学会稍微放下，不要太执着。然后呢，最后就是这个 bubble of protection。其实呢，他也是想告诉你，其实你是应该学会去好好的去保护自己。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人啊，或者很多的能量都在保护你 ，OK， 他们都在协助你的成长，或者协助你的去能找到你最理想的另一半。他说就是这个是说什么呢？可能在跟这个暧昧对象或是这个人的感情之中，你受到很多的伤害，或是可能你为了他，你可能相信了很久。但问题说，你要学会的是要保护你自己，做一个保护罩，不要再那么容易被其他人的影响跟伤害，这样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你学会保护自己，你才会产生正向的能量，让自己可以真正蜕变成功。他希望你，当你真正的蜕变成功的时候，你自然更能借得住这个人。
或是借助这一个适合你的对象。当然，很大几率有可能就是他。问题是，如果你有时候太过牺牲奉献的时候，你没有好好保护你自己，那到头来可能受伤的还是你。所以你应该学会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啊，好好的去思考你需要的是什么，不要再去过度的付出，过度的去牺牲奉献啊，这样子。那我希望这一次的这个大众占卜的建议呢，对这个第三组的选项的朋友会有感觉或者有帮助。那如果你那个真的这么有机心的，你那个他，或是你觉得有讲的对，我觉得有什么帮助，我也很欢迎你去下方留言跟我分享。那我非常感谢你这一次的收看，希望这些建议对你有帮助，也希望你可以感情更加的完满这样子。那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